大家好啊。今天是第2年来和大家讲了，所以也是和去年一样，希望能给大家讲一些有关创作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以防万一大家不知道我是谁啊，就是刚才以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海毛肉合物。哎，这字体有点问题好像。没关系，就是我是明日方舟制作人，同时也是鹰角网络联合创始人，就是笔名是海毛肉合物。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我是以前是从插画创作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就是来讲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更多也都不一定是说完全绑定在游戏上，可能大家创作是会伴随你一生的，但是这一点会支持你的游戏的制作，会让你能够走得更远。那么首先我会用一个问题来开始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游戏什么部分会留在你的心中？其实我觉得各位都有自己的答案，然后我也会拿一些小例子来问大家，比方说这个游戏大家肯定都知道吧？不知道的可以抬出去了是吧？那么《只狼》大家都知道，那么来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我想应该难不倒大家，就是他是谁是吧？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么这个问题看上去比较简单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谁还记得《只狼》在国区卖多少钱？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难了，玩了可能几百个小时的同学都不一定能一下子答上来，那其实就268，但这个问题不重要，大家会觉得很不公平。你问一个游戏价格和问一个 BOSS 去比，就是好像两个体量是不一样的。我玩过游戏，这个 BOSS 大家都应该多少都知道，但是价格这东西可能不太有人关心。那我再问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这个答案大家也很明显啊。那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个小细节，但很明显，同学就直接呼之欲出啊，就能全文背诵啊罗伯特。那么这其实3个问题会产生一种对比，就是说你自己留在心中的一些东西，不是以它的大小来去比较的，而是一些真正能够留在你心中的一些作者的一些表达。那就像这么一个小细节的话，我相信同学们再去研究这个设定本身的时候，肯定也会发现，就罗伯特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开始玩的时候肯定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喊这句台词，然后很多肯定有半数以上同学他会去搜这个故事后面的背景，然后也会发现有很多同学的考据。那这个甲州舞者嘛，他本身的他儿子得了重病，就几乎是绝症，然后他儿子叫 Robot 嘛，然后就是作为一个西方舞者来到了一个东方世界，带来了爆竹一手。然后他最终被人所骗，然后在这边收集就是1000把刀，然后最终死于你的手下。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充满一个丰富内涵，并且它人物和世界观构成非常自洽的一个非常具有深度人文内涵的一个内容。也因此，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梗被人传播吧，这个本身的故事也会被人传播。所以其实就很明显，就是说相比起来，你会发现游戏互动中，我们今天所聊的一个关于创作的东西，它更多带来的是一种环境中的一些信息，而对于环境中的信息，它极大的程度上可以影响到我们传统的4类玩家分类中的成就者和探索者这2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会说，就是你在游戏中，你想给玩家留下什么？这等同于很多的文艺创作，就是你想给观众留下什么，你想给你的听众留下什么，你想给你的读者留下什么。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留下，你等于没有在创作。那你没有在创作的话，我就不知道大家做这个游戏有时候是为什么了。所以我会认为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的表达是等于你的创作，这点是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没有表达，你就没有在创作，而你做游戏，你就需要你的表达。那我再去回想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你会觉得它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留给你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表达。你会遇到震撼人心的场面、美丽的场面，哪怕是没有一些非常宏大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一些技术的，简单的小游戏出的梦，它也能给你极为感动的一些体验。那更不用说一些非内容项，它可以通过游戏本身的一些有趣的机制，或是一些隐藏的较深的一些没有那么深奥的一些哲学意味的一些讽刺，它也能给你带来很不错的一些体验，让你印象深刻。其实它都是作者的很多的不同方面的一些表达，观感表达、美术表达、情感表达、互动思考的一些表达。所以我觉得脱离了表达，你就不再创作，而这些表达才是能够赋予游戏灵魂的。就像我会认为，创作和表达是赋予物品的某种灵魂的一种过程。商业性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游戏作品来说，大多数时候是需要商业性和作品性是兼得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只有商业性的话，这个作品是不成立的。它的创作才能带来灵魂，才能让作品永久被大家所记住。所以引申出今天我想说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说为何要创作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你们之后做游戏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忘记自己的游戏的灵魂吧。虽然现在大家肯定还是一腔热血，但未来在遇到各种困难、遇到各种挫折，有些失去方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就是你做游戏，你是为了创作，你是为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你的作品中失去了灵魂，很有可能你的作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点事情可能就是要回想去过去为什么要去做游戏这个事情。你想给玩家留下什么，也是要不断反思自己的。那么我们就开始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那么第一点，对于创作来说，其实最大的阻力就是坚持创作。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就像刚刚那个观点一样，你的所有作品其实是有一些互相支撑的一个部分的。当然，这张图不是那么的绝对啊，就不是说表达是一切的核心。但是用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很多程度上，很多作品是以这样的一种结构去支撑它的。它的表达将能够支撑它的体验和表现。那最后最外层是你的商业部分，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玩了那么久的《只狼》仍然会忘记它在国区卖多少钱？那是因为这个东西根本不重要，它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表达核心。所以我觉得不断创作呢，就是一个就是作者自我表达的不断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的游戏创作者停止自我表达，那你就停止创作。如果当你失去了表达，你的一个作品就会变得空洞。这是我认为最容易，就很多同学他在做了10多年游戏以后，他可能就会陷入了一种状态，他可能被各种的客观条件所束缚，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目的，那最终失去了表达，或者为了一些商业性失去表达之后，他的作品会变得空洞。那看上去这个作品似乎是成立的，但是也许你最应该被记住的部分就会丧失。那么如何才能坚持创作，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议题了。那这个话题可能会引申更大一点，就是我想同学们或者这几年可能还好，但是放在以前的话会更加明显，就是家长啊，就尤其是我自己家长也会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当成你自己的工作。那我当时爱好还算是画画吧，然后经常会有人说这些话，然后包括有些朋友也会跟我说，你这个画画当工作其实挺苦的啦，就不要这么想。那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也很简单，他们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对于游戏热爱肯定是我们前面有张图应该是。对于游戏热爱肯定是我们不创作动力。如果说你失去了这些动力的时候，可能你失去这些热爱的话，你的动力就没有了，那你的工作热情可能也会失去。就像这张图上一样，就是大家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所以别人会跟你说，你的工作和爱好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爱好当成你的工作，但是很多困难会导致你的这个工作非常不顺利，或者这个工作你所将爱好和工作结合的这个事情，不是你所想的一样，你会对这个爱好产生一些奇怪的一些看法，会对这个工作产生一些看法，然后最终你会觉得这事情事与愿违，我最终把我的一个就像图上说一样，你怨恨你非常痛恨你的一个爱好，这个事情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难道你的工作和爱好分开就是一定对的吗？你一定会陷入另外一种局面，就是你一边在工作，但是你心中其实在想的是你自己的爱好。这事情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极大程度上你的热情和你的工作是分开的，那么你就很难说能把你的热情投入到你的工作中去。所以像这张漫画所想，这张漫画虽然说是非常理想性，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对困境中，你也需要通过这种的一种坚持动力去诱导你，去辅助你，去 push 你往前推进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你如果把你的爱好当成你的工作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在工作吧。虽然这个理想化了，大家肯定不会完全那么觉得，但是很多时候也许就是这样一份热爱能够坚持让你把这个工作做下去。那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一个游戏如果失去了一种灵魂表达，它可能是一个姑且还算成立的环，但是我会觉得它的体验部分和它的实现部分一定会多少受到一些萎缩。就像现在游戏行业一样，也肯定会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的游戏它并不是真正注重表达，它可能是为了商业性就牺牲了很多它自己的内涵的。我会觉得他就说，如今的话，在一个商业的一个环境下，业界并不是所有的一个游戏创作者他都热爱游戏，所以我觉得在座的诸位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你也需要坚持下去，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们需要让那些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游戏。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稍微细节点问题，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大道理，但还是会有很多同学会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作方向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以前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有趣的一个梗吧，就是我有个很好的主意啊，就差一个程序了，是吧？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那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有个2.0版本啊，就是我打算做一个美术非常有特色的游戏，然后别人会问你，那你们还缺什么人啊？还缺个美术。
但说实话，这个大家听上去好像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说实话，我见的太多了，就是我同学之间肯定也会遇到过，有很多想做的游戏同学啊，可能考虑的情况不够周全，然后其实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想做一个风格化美术的一个游戏，然后他自己不是美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样的风格化，然后也在找美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事情其实会非常微妙。我觉得总结下来的话，其实他会做游戏会出现2大冲动嘛，就是说一个就是早年的作品内容啊，什么火做什么。后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作品的优点什么都想要，这字有点灰，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可以从刚刚例子里大家也能够感觉出来一个点。那么放在我们以前其实也会有类似这个问题，当时我们给出了一种解答。那么放在5年前，鹰角网络也就成立了5年，对吧？当时5年前的时候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一个小的一个公寓里面。环境条件还很差，但当时黄一芬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强的优势应该是什么？那当时是对于一个只有5、6个人的公司来说，我们的优势应该是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去仔细思考一下。那当时我们也给了一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美术，其实设计。因为我擅长设计，所以我会认为我有信心能够将设计这个点作为我们最强的一个优势点去推出去。那我觉得最后的实践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立的。不过作为一个好的游戏来说，你也不能只有在这一方面 OK， 因为大家也都懂一个水桶效应，就是你的游戏的下限其实是由你的短板决定的。如果你想做一个足够好的游戏，你是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弃的，你必须还是要保证其他方面跟你的一个强项是不能有太大的差距。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会有一个点，就是说你的创始团队需要覆盖你作品的优势，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你覆盖不到的话，就意味着你不能把它作为你的一个作品的优势。然后你的团队所擅长的事情也必须是等于是你的作品的优势，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有效一些。当然我并没有说你不懂美术你就不能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会觉得你在真正去立项或者铺开去制作之前，如果你确定了说你的作品是需要以美术为优势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美术同学，他擅长这个事情，他能作为你的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大家协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没有一方面优势情况下，我把那方面当成了一种优势，认为这个作品能够怎么样，那其实这是不成立的。那么接下来还会说一个，就是说创造的一个结构问题。我觉得很多事情笼统来说的话，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有限，我们就不会讲这些非常非常细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大致的一种方向的和一种概念，就是很多事情对于一件事情来说，可能你要从2个点去做它，一个是外围的一个框架，还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核心。你内部的核心就是你在做的事情，而你的外围框架是你计划要去做的事情。很多程度上，我们的研发流程中很多事情跟这种情况有点像，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的确定和收缩你的外部的一个框架，然后让它描得更加精确一些。有些时候不一定说你一开始做的很大的一个事情是你一定要去完成的，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小一些。同时你在知道你的框架不断精确情况下，你再去推进你内部的一个制作流程。那么如果我们放到游戏的各种应用中也是能够去实践的。那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游戏的基本一个框架，大家也都听过吧，是大饼的一个画绕饼的一个理论吧，就被不同的人都说过，这也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了。就是那我们简单来说，也就可以，你比方说我们把一个作品分成了一些可玩原型、高概念原型、测试版本和一些成品。大概这样的情况你也能够知道，你其实在不断的定之前的一些框架以后，不断推进这4步啊。当然，其实顺便要提的就是说，这个最外面这个黄色这个成品这个阶段，单独看上去你就只有那么薄一层，但说实话，它花时间最长的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警惕，就是你在测试到一个好像差不多能上阶段的时候，到成品这阶段会花你非常长的时间去做。所以究竟什么是成品，这个时候你们也要想得清楚一些，不是说什么都想要，实际上需要把你就是最后这一步时间要算得更加精确，或者是及时去说有些功能可能不是那么的确切的情况下，你要去把它砍掉。那么同样，如果我们倒推到这是一个成品的阶段，那我如果倒推到一个设计的阶段的话，你会发现你一开始也需要去画不同的圈，去明确你的不同的测试目标。大家会注意到这2张 PPT 之间这个圈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我也想暗中暗示，就是说明示了吧？你在成品阶段你规划的这个圈，通常情况下一定会比你真正能做到的圈会小一些，这是结合各种客观条件所造成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一下子就是把计划铺了非常大这样子，因为很多程度上你真正能够保险的是你把那个真正你要做的部分去踏实落下来，然后呢计划也是需要随着你的客观条件去不断收缩，最终不断精确的。
那你一开始可能会定这样一个计划会非常大，然后后面你也要去通过不断的说你有些模块是不做的，这个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收缩你的一个计划，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验证不同的一个模块的一个功能性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把一个真正高概念原型推出来的话，就会更加顺利一些。那拿方舟本身的一些点来说，我们举一个切片，也能够姑且稍微能够验证一些事情，我会稍微讲一些小细节，就是比方说我们在做世界观构架的部分的时候，我拿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同学会问我，就是说你世界观一开始怎么搭的？其实这个事情说了有点太模糊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是突然一瞬间通过不同的灵感一些拼凑想出来一个框架，然后你再通过点点滴去把里面填实，这样2步去做成的。至于什么先做什么后做，没有绝对的一个规则，大家也都做过世界观的，也都明白这事情没有那么绝对的。通常来说还是要不断的落实才行。那么我们一开始也会按照框架来说去把世界观的整个调性会定下来。这张图我之前也展示过，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很早我们就明确了我们的框架已经明确下来，我们需要追求一个现代主义的一个近现代科技水平、混合奇幻、古典、逆国际化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世界观去做我们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去往角色这个小点，我们去抓我们的角色本身应该是怎么样一种气质。那同样也是说有现代气质然后人外不能少啊。那内敛的一个气质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事情。你大的小的都已经相对明确了以后，你就能去铺开这个事情。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会细化一些世界观的一些规则。那么早期有做过一些世界的一些草率的画了一些地图啊，是吧？那上面一些 logo 其实都是大家没见过的，有些这当然就是以前的一些雏形。这个没有具体用，但是我们也是会去规划一下，我们会感觉到有些我们去设计一些势力和一个世界氛围的时候，会去需要做这些事情，并且也会去做一些视觉符号的一些迭代，那么也会去更加明确每个势力的一些气质。那么同样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思考现代主义世界观中应该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么也会从一些故事模板中挑选一些比较有讲头的一些事情，能够作为我们后面内容的一些拓展。那最明显就是说，我们像主线的话，就是一种现代氛围下的武装冲突。那其实在之后的话，也会做很多像是 set story 的一些主题，类似就是说竞赛与商业啊这些，或者一些科技。像这些主题的话，你在非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中的话是不适合去讲的，但是你在现代主义的作品中的话，就是适合讲这些议题。那同样反过来就是说，忘了说这一点，就是方舟的最早的 App Store 上的一个标语也是魔物人现代战争啊，就是你会发现“现代”这个词反复提及，其实这也是整个作品的一个基调核心了。那么反过来，我们也会要去说角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世界观弄那么大，但是这些东西主题其实有些时候会变得比较虚无，你同样需要从人的一个视角去讲述一些故事。那我们同样也会去通过这些方式去摸索现代主题下的一些人应该去做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这边就不讲主线了，就讲一些文化的一些拓展，就是比方说我们在作品中会会做一些先锋音乐节这件事情。那这个对于一些非现代主义作品来说，肯定也是不能去做的。那反而就是现代主义作品能够去做，这也是一种优势。还有像一些都市纷争这样的一种意味的主题，还有心理创伤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现代主义下能够去讲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初期的种族验证上面也会应用到这个一些大小的一些验证的一些问题。就我们会我们在做的时候会思考2个问题，就是我们单一势力的一个种族的设计方案是怎么样，应该怎么做，然后单一势力是否可以混合这些种族。在做的时候，我自己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捣鼓这些东西，那也捣鼓了一些方案。其实当初就是做到了明日方舟这个框架以后，也有一套方案了。那我还要去验证它，我也不太清楚这样世界观是否合乎玩家的一种观感。那么其实后面我们会去研究一些游戏去验证我们自己的观感。那我早期的话也会验证，就大家也知道我喜欢玩 FS4啊，就是那 FS4是早期的一些种族是混合，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我们也会做了一些研究。那我今天还截了个图去海都看了一下，你发现在一个首都里面，光这个黑倭军里面就出现了1、2、3、4个种族是吧？这个拉拉菲啊，什么猫魅族、那个人类，然后还有鲁加这样一个情况，会发现在一个单一势力里面，它居然直接就混合那么多，它似乎是想传达一种混合种族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也能得到出就是说，对于这作品来说，它势力是不绑定种族。当然这只到2.0，后面它开始做一些变化。那观感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存在地方种族混合的一种做法。那后面它在3.0和后面的一些蛮族任务的时候，它明显是做了一些变化的，那也是为了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观感去服务的。那么换另外一个游戏的话，就是说质量效应来说，你会发现明显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它就是说，相当于就是每个星球或者是一些势力，它的种族是相对来说独立的。那你能感觉到它2个作品所传达的一种内核是不太一样的。
它能够去明显的区分出不同势力之间的一种形式风格、外观、观感之类的东西。那你也能够得出一结论，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会做一些多数绑定种族势力势力和种族多数绑定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的观感是说种族是跟势力一样的，或者跟它的星球是一样的。那这样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更贴合我们想要的东西，但也不完全是。所以最后我们在总结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案和我们推进自己方案的时候，也会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推进计划怎么样。首先我们是确定说，一个势力可能需要一个代表种族，因为我们需要让它的一个特色鲜明一些。那同时我们也确定了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势力你不能是单一种族，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不能也只有单一物种。然后你再确定一些你好像想要好像又不想要的，有些什么排外势力啊，或者是一些友好势力啊这样一种情况，那它会产生不同的一种氛围。有些的势力它可能会比较混合，有些势力它可能会比较独立。那么你会画一个圈，你会明确这是我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有些圈是在这个边界上的，就是我们有些想要，有些不想要，它不是主体。但我们绝对服务的核心还是说存在一些代表种族的一个概念，这也和明日方舟目前的一种世界观的构架是相符合的。那么同样也就是说，我们放到整个游戏的一个验证框架来说，也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其实前2天的时候，就是昨天其实也有个组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会比较类似。那我先说一下明日方舟的情况。我们最早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比较小嘛，我们其实当时 demo 还没做出来的时候，也在验证核心的表达，其实就是美术的部分。那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去放了 PV 以及我们角色验证。其实这个事情就是第一步验证，就是我们去验证我们的美术风格、我们的氛围感是否合乎我们的一个群体吧。虽然说我们现在那个时候群体还不明确，但是我们也要看，仅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的同学他愿意认同这样的一种观感，他喜欢这样的感觉。那得到的反馈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也就这一步稳了。那相当于我们第一步验证其实成功的，就我们的美术风格和调性是能够得到验证。那第二步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观感测试和第二部分的一个剧情的一个体验吧。那其实就是早期的一个测的一个状况。大家也都能感觉到，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游戏体验去验证，我不能只有美术去验证嘛，我必须有关卡啊，有剧情啊，有一系列就是至少是短吧，至少是完整嘛，就不用很长，但是你至少是完整的一个体验，你大概能够让你的测试者知道，我能想象出来以后完整的游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那就像昨天有一个组一样，就是说它的核心的服务部分完全还没有体现出来，那你如何证明你的核心部分是相对正确的？如何以这样的核心部分继续扩展你的游戏呢？如果你后面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所以这步如果不做验证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去做。同样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负面反馈的一个体验。你其实，在早期时候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负面反馈，可能是一些比较粗糙的，比方说你的操作可能有些小问题啊、欠打磨啊什么的，大家都会比较宽容啊，不会向你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你不能忽视这样负面群体的一个反馈的存在，它不是说你做的不好，或是他不好，而是说游戏毕竟是一个定向的一个作品，它必然有他不喜欢的人存在，所以说你要做的一个方向也会跟你未来扩展方向也要和你喜欢你游戏的人的一个方向去吻合，而不能说是硬去凑所有人喜欢的一个方向。毕竟有些人不喜欢，就像格斗游戏一样，你不可能说让一个不擅长格斗游戏的同学硬去玩格斗游戏让他喜欢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这个是因为游戏类型和难度都是不同。那么你在后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你就需要去做一些验证。那我们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在第3次验证大规模测试，你会发现我们覆盖到了更大的一个负面体验的反馈。为什么我们第1次没发现，第2次发现？因为是第1次没有覆盖到。这也是说，其实就跟明日方舟在2测的时候遇到问题一样，就是你开始发现有大规模的，就是玩家，或者3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规模的玩家进入了以后，突然间好像有很多负面评论的涌入。但不是说这个事情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你确实有些东西可以提高，确实做错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人不是你预设好的预设的一个框架下你所要去服务的玩家。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你预期之外的玩家的涌入，你需要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你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内去测试一个情况。这也是一个测试的意义。那么就说你其实发现这些负面反馈之后，你要去进行调整。那么你在最后上线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决策。就像我现在画了一个圈一样，你会发现整个圈整体偏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有这样一类玩家，他不是说喜欢我们的游戏，或者说他不一定能够体验到游戏中间的一些乐趣。那么需要去明确，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体验是我们要的，什么样的体验是不要的，然后并且明确我们的，就是我们玩家，我们真正想要的玩家希望我们游戏成为什么样一个感觉。
这点也是需要去自己去摸索和一个去探究的。所以说你会在通过不断测试之后，你了解到了负面反馈，并且分析它的一些性质之后，你就能够帮助你去侦测你最后的时候你的游戏该是什么一个样子。那么就像我们传统文化的话，也会去做一些现代演绎吧。这个就是我一直其实想说，就是很多就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做这方面的尝试，像城和龙门，很早就在我们游戏设计中。当时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调性的时候，也是想去做一些突破，也是我们的一种创作表达。我们会觉得就是说，现代文化按理说也能够跟传统要素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它不需要去办在一些非常固定的点上。然后我们其实就很早做了一些试验。然后大家也能看到有些非常优秀的一些成果，然后也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那么最后是一个带到一个点吧，相对来说是，其实这个话题本身会很严肃，然后但是我觉得希望以轻松方式跟大家聊一聊，然后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然后这些内容也是从我们公司内部的培训中也会摘一些出来，所以做的会比较轻松一些。就通常来说，我会觉得就是创作作品来说，通常是一个偏个人表达且有单人完成情况，大家也都见过。就是这些图，就是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概念设计大师所做的一些图。他们会风格性非常强，然后或许能够代表游戏内的一部分的特性，但是它最终成为成品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人去完成，它最终的成品也和它的概念图是相当之大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群众智慧的一个结果。那么在完成这个目的之前，一定会发生一个点，就是说你会发现个人的意志和群体的意志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协作来说，就是说一般协作模式下，可能大家各司其职，分得比较开来说，你的3个圈会分得比较开。那么其实问题就得来，就是当它出现风险的时候，它的自己的一些模块是结合不是很紧密的。出现风险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去非常好的去覆盖这个圈。所以我们通常也会去传达一种希望共同创作的一种意识。大家工作部分或许是有一定的交叠，或者说至少能够替同伴着想。这样情况的话，你会发现中间交集的部分，也许有些时候你会遇到风险，但是通过更多的人的创作和思考，然后去寻找解决方案以后，你能够将一个风险转化成一种优势。那么同样一种情况还会出现在工作中，就是说大家的想法它不一定能够去被他人接受啊，毕竟就是说作品的一个局限性是存在的，你的实现手段也是局限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会希望一种比较好的沟通手段去推崇它，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提出你自己的想法，就像鹰角内部一样，就是会提倡大家不要掩盖自己的想法。就像你一开始可能在正常流程中，你跟你的组长去说啊，我有个想法要去做这个事情，那通常情况来说，不一定是能够去成立的，因为有种种各样的原因。但这个时候大家要想的不是说想一些别的，还是说要继续去想新的想法，并且不断的提出，不要因为别人否定你的想法就觉得啊他对你怎么样或者有什么看法之类的。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大家来聊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未来遇到很多压力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你这样提了不同的想法之后，你会发现第二次也被否决了。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很多同学会陷入一种绝望，但是我觉得不能就这么气馁吧，你还可以继续去提想法，有些有意思的点子可能出现了，然后你提了以后，突然觉得说不定就真的就可以啊，你的组长非常高兴，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有灵感，特别牛逼，然后你就做了。然后在鹰角的话，我们鼓励其实是所有同学去勇敢提出自己的创意啊，就有些时候能不能做是看可行性的。但是不要顾虑太多啊，那说不定能做呢。那还有一些问题就又严重一些，就是也是在游戏开发中，尤其是线上游戏会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版本上线前你发现可能有一点点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下面是你的组长或你的决策者，然后它上面2个按钮，一个延期，一个爆肝改，或者是直接延期啊。那为什么是有点大而不是非常大呢？非常大要直接延期了，不需要爆肝，就是。但是你有点大的时候，你可能要赶一赶，爆肝也许能上去没问题，但也可能就赶不出来就出问题了，然后你那时候没有延期，那这个玩家会非常不满意。这种时候决策其实非常难做的，就有点像2个按钮按下去都是错的。那在游戏开发中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用 FSS 的分摊攻击来比喻啊，就是你有一个队友被点名了以后，你是让他一个人去死吗？还是说你要去帮他一把，对吧？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会觉得。那此时你会觉得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一个独自一人承担压力的队长都非常痛苦。其实这种开发中的时候，有些压力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但是大家还要对这种事情要习以为常，并且要去养成一种大家一起去决策、一起去商量的一种习惯。
很多时候决策，因为我会觉得决策是伴随风险，你做出决策一定会有人承担相应压力和一个或者说是玩家不满啊之类，是一定会有的。这种时候你是不可能只是步步前的，你需要团队整体去协作，一起去商量这个事情。你不能把一些决策当成一个人的决定，而是说你们大家一起要商量好这样的情况。那即使是出现很多问题也是没关系的，因为大家需要一起去承担，因为你是一个团队。这也是我们所崇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需要去就大家一旦得出这个结论以后，就事后不要去马后炮这样的去想，一定要去共同承担这个问题，然后共同去改进它。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其实也比较笼统一些，就前面4点，首先你在创作的时候坚持创作，要确定好方向，做好准备，并且充分沟通，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会觉得，就在座的同学都是非常幸运啊，现在能够选择自己喜爱的事物啊，去成为自己的创作载体，这是能够支持你一生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这么坚持这些事情，是因为大家想要热爱这些载体，它不但过去遭遇过比较多的一些偏见，然后在未来也还有很多需要困难去克服。那就像以前我会提及一样，就是为了周遭有很多人对于游戏的看法是不同的。那我们为了改变环境的话，还是需要做更多的。那同样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在座的同学一直在奋斗，我觉得有很多前辈们已经是在行动了。那包括说我认识了不少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资历都比我久很多，他们在这样去做这样的游戏，他们过去10多年可能或多或少做出一些，但是可能更多是默默无闻在那边奋斗去付出，但他们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了一些能够符合自己理想的一些游戏，然后当然他们还能做得更好，然后他们仍然在继续去创作中，然后通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像这样的前辈都在默默支持，那我觉得我们在座各位更加是需要去努力。那像这样的老团队来说，先不说，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像独立团队来说，也有非常多的例子了。那大家也能够发现，游戏行业每年都能够出现很多新锐的一些游戏团队，他们在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作品，他们在为中国游戏的一个发展去添砖加瓦。然后这当中有一些是有公司规模的，也有些是一个人做的，这都是非常常见，但是并且是非常难得也了不起的事情。无论怎么样，大家都能去想办法去做游戏，这是需要去坚持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整个我们自己的鹰角的话，也会是一个以创作为生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同学需要去努力克服很多困难，去坚持创作。那当然，你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时候，觉得实在找不到团队什么的，也可以小考虑鹰角，因为鹰角可能给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去发展你自己能力。但是说实话，我是希望在座的同学如果有能力，一定要自己去创业，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觉得，就像前面说的一样，真正多的优秀的作品遍布在中国的话，才能将我们的环境，将我们的游戏环境去真正进化，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游戏的整个创作进入更高的一个层次。然后我也希望在座的诸位啊，未来能够好好让世界看一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游戏。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海猫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啊。